家里催得紧，过年回家我就找了个网约男友陪我回家过年，结果这货当即给了我妈一张银行卡，还说里面有100万，我只当他是演戏演过了。直到他妈妈跟助理轮番来我家提亲，那阵仗我妈了。每年这个时候我妈都在催婚，今年也不例外，但是今年他们比往年更加激烈，我没办法，这次回家就花钱雇了一个。我一眼就在人堆里挑到了沈杰，不为别的，就是因为帅。那句话怎么讲来着？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。下午我跟沈杰约好了见面，他穿得很干净，白色的衬衫、西装裤、皮鞋，这样的打扮跟他脚下的小黄车可完全不搭。我让你打扮的正式一点，也不用这么正式的。见他挑眉费解，我真是心里开花，因为沈杰真的很帅。照片上只能看见一个人的五官，却看不见人的气场。沈杰真是我见过最极品的男人，哪个女人不爱帅哥？这样吧，我带你去买身衣服吧，就让我家觉得你过得还不错。到了商场，我看见他看了自己的西装，最后又很嫌弃的穿上了。我给他买的一套印着白色小熊的卫衣，趁他进去，我要把他穿的衣服丢了的。可店员却说：“女士，这套西服很贵的，你要扔了的话，不如给我吧。”我看了看衣服，又看了看他，在确定他没开玩笑的情况下，我把衣服给了他。我还嘀咕一句：“这地方的销冠也不赚钱啊。”等待着沈杰出去后，他瞥了一眼店员手中的西服，问我：“送人了？”“是啊，我要丢掉的，咱们拿着也费劲。”他说要，我就给了。他还说很贵，但是我听他们说他是销冠哦，这么节省吗？我就看沈杰哼了一声，瞥都没瞥我一眼，直接大步走了。后面的店里，店员还说：“姐，你要这个干什么啊？你不是最有洁癖吗？你懂什么？也可是私人定制的，就是反手卖出去也得值个几万块。”果然，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好的西服说扔就扔。不过这么有钱，怎么会来买咱们店的衣服呢？几个店员费解地看着我离开的方向，我这会儿正追着沈杰跑呢，他走得太快了。到了高铁站，他很嫌弃我买的2等座，非要去商务。你不用这么快就演，等到我家再表现成上流人士也是一样的。沈杰不说话，就这样直愣愣地看着我，对，就是这种眼神，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一眼万年。就在他的美色下，我成功的刷卡给他2个升了商务座。出了车站，我还在叮嘱他，你就保持一个成功男士的人设就好了，这样我妈我爸还能满意些。对了，也不要太能吹，就一点点强就行。来了，我爸来接咱们了，小季回来了。哎呦，这是女婿吧？这高个，我家小季在你旁边就跟小土豆子似的。我妈直奔着沈杰就去了，还不忘了损我一句。我爸虽然站在我旁边，可却一直笑着看沈杰，眼睛就没扫过我一眼。行，漂亮。进屋后，奶奶双目泛红，想了想，已经1年没回家了。奶奶，我奶奶笑着看我，伸出手奔我过来。就在我过去要抱住时，我奶奶却到了沈杰面前。呜，终于找着对象了。我一脸懵逼的回过头，看着他们4个温馨的场景，我好像是个外人。行，也不枉费我花了2000块钱。小季，你说什么？我立马尬笑2声，给你们买了东西。哦，行，小杰是吧？快坐。我妈挤我一下，姑娘，行啊，还是个帅哥，怎么看上你的？我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开始盘问了。小杰呀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能看见沈杰思考了一会，才说出2个字：生意。哦，那现在做生意可不好做啊，我看他们做生意的都赔了不少。那你爸爸妈妈有退休金吗？沈杰摇了摇头，我看见我妈脸上闪过一丝可惜的样子。我养他们。听到沈杰这话，我妈那双眼睛瞬间亮了。好小子，孝顺的好孩子。小杰呀，你家有楼房吗？沈杰再次思考片刻，他摇了摇头。我这会儿有点不对了，我让他装成功人士，他在这给我装孙子呢。就在我要给他打微信的时候，我妈激动地说着：“没关系，小杰，别气馁，阿姨家房子多，分你2套，给你们结婚用。小杰，以后还打算做生意吗？有没有什么目标啊？明年赚个3100。”我正喝水呢，直接呛喷出去。嗨，可大哥，你闹呢？我忍不住发出了质疑。我妈却瞪我一眼，你懂啥？这是有抱负，有目标，好一个目标。看向我爸，我又问爸呢？我觉得你妈说的对，漂亮。我直接吃饭，不理他们。小杰啊，我就这一个女儿，你可要对她好好的，不然也没人要她。这孩子从小就找不到对象，我给他安排的相亲，他过去把人家喝趴下了。第2天那小伙还吐呢，人家妈妈跟我抱怨呢。我妈我爸拉着沈杰一顿说，甚至还翻出了我小时候的照片。我不要面子的嘛。小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阿姨不
他直接膨胀了，他脑子不大好，总是喜欢幻想。好在我妈挺喜欢沈杰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圆谎。吃完饭，我把我的房间给沈杰住了，我抱着枕头去了次卧。不是我稀罕他，是我妈真的逼我啊。沈杰在我房间打量一圈，最后拿起了我化妆桌上的一份简历，我立马过去抢了下来。你不要看我东西，快去睡觉，不许乱翻。我妈笑着过来，一把将我的简历抢了过来，还塞到了沈杰的怀里。哎呀，小杰要看你就让他看。妈，你还投过云端集团，过了吗？我正要跟我妈说话，一旁沈杰的话轻飘飘地传了过来，丢死人了，真是丢死人了，没过。我妈在旁边点头，我都说了，你过不了，你还非得去试试，那可是云端集团，哪个打工人不想去试试？没过就没过呗，感觉这老脸都被丢光了。我嘟囔2声就赶紧去客房了，躺在床上，我怎么都睡不着，一直到天亮才躺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送沈杰走，我就买了他1天，我给你订了票，要商务座你就自己升吧。他看着我的票，似乎并没有打算接。沈杰喝了2口热水，温声道：免费送你1天，不用了，快走吧。他挑眉看着我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你在我家我就没睡好，一会儿该有人来拜年了，你在这也不好，快走吧，走吧。说着我就去推沈杰。也是同一时候，我爸从门外过来了。小季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爸，我是要叔叔，他在赶我走，我差点抬手给他一下子。小季，干什么？爸，他说一会儿有亲戚来，说我在这他睡不好。既然这样，叔叔，我就先走了。然后我爸训斥了我，还把票给撕了。我就知道下午我去外面买东西，还听见发小嘲笑。小季，听说你带男朋友回来了，你不是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吗？我怎么听说连房子都没有呀？这一下，旁边路过的大妈们可是有了话题。原来昨天那个是小季的男朋友啊？怎么他没房吗？小季，你们家条件还可以的，你这男朋友不会要靠你养活吧？我尴尬的笑了笑，正准备开溜了，结果沈杰来了。哦哟，就是这个小伙子吧？这些大妈上下打量着沈杰。小伙子，你家不会真的连楼房都没有吧？一定要有吗？其实沈杰的话，我倒是并没有觉得什么。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观念都不太一样，有的奉承传统，买车买房还贷款，有的则是不想成为房奴。但是这话被这些街坊听见，自然是不好的。哎呦，当然要有，不然你怎么娶媳妇？谁会嫁给你啊？我们这小区虽然不算贵，但是也不便宜的，一平也有3、4万的。年轻人，你可要努力了。沈杰有一点傻愣愣的样子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看着有点不对劲的样子。你看那边的小区没，一平8万嘞，电梯都是1梯2户的。沈杰却看向了家那边，他随手一指，那边的还不错。然后大妈们都笑了起来，哈哈，小伙子还挺会挑嘞。你看到家那边了没有？那半边山上的别墅可是我们这里响当当的嘞，20万1平的独栋嘞。你这孩子虽然眼光高，但是太不上进了，没个房子怎么娶老婆嘞？沈杰好像丝毫没在意，而是站在我身后，指着山顶的那栋别墅问：买那个能不能娶你？我没说话，因为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说。不过邻里大妈却笑了起来，给出了答案。哈哈哈，小伙子，你能买得起那个别墅，我们全城的姑娘都随便你挑。哈哈哈，是啊，这年轻人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算了，都散了吧。我发小最后离开的，她还挽着她男朋友。小季啊，找男朋友可不能光看脸啊。我男朋友虽然比我大了6岁，但是我们刚买了房，就是对面的小区，1平倒是没8万，6万倒是有了。今年我们就快结婚了，你跟你这位男朋友可要加油了。我深吸口气，没有说话，而是转头看向了沈杰。别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我们这的人嘴都管不住。沈杰却看向了我们对面小区那栋豪华的大楼。你们都喜欢这个吗？啊，行了，快走吧，我妈等着酱油呢。外面下着雪，我急急忙忙的就跑了回去。等我到家回过头，见沈杰在外面打电话。小季，怎么这么久？我刚想去叫沈杰，被我妈打断了，我就进去送酱油了。今年的大年30很热闹，可能是等着1天太久了，也可能是今年多了一个人，今天少喝了1点酒，1年的压力全都在这杯酒里了。1瓶下肚，喝的差不多了，我就记得好像是沈杰带我上楼的。我跟沈杰的卧室在7楼，我爸妈在6楼。迷迷糊糊的回到房间，我洗把脸，眯着眼睛问沈杰：你还不走吗？他摇头。那你等什么呢？算了，我家过年也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对了，沈杰，你没有女朋友吗？他又摇头。我就在想，这么帅的男人都没女朋友，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下楼发现楼下来了不少亲戚，其中就有我那好几年不往来的3舅。你们家小季还在外面那些小公司？哎，她不上进，怎么找个男朋友也不上进啊？我家丽丽的男朋友可是云端集团的经理，明年丽丽也能去云端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是大公司好啊。好啊，我就是怎么今年突然来了？
原来是看我笑话来了。大过年的，我也不想找个愉快，刚要上楼继续睡，结果沈杰拉着我就下去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小季吗？这大年初一的，不会才睡醒吧？我笑笑，在自己家睡觉犯法吗？小季，我爸喊了我一声，想让我注意点，毕竟也是亲戚，虽然很久不联系，但是也不要闹得不愉快。丽丽，这就是小季，你们应该很久没联系了吧？不过也是，你都马上是云端的人了，你们应该也不会有什么话题。哎，我怎么听说前段时间小季也投了云端的简历，是没过吗？要不要我让我女婿帮帮你啊？你要是也能进云端打打杂之类就好了，也算陪我家丽丽作伴。我快被气死了，我这人脾气还不怎么好，刚要发火让他们都滚，结果沈杰却拉住了我。其实这时候谁拉我，我都得跟谁服。但是看着沈杰那张大帅脸，我竟然消了不少气。小季已经收到了云端的入职通知，先不说你女儿能不能进得去，就是进得去，那小季也是他的前辈。呵，真是笑话。周小季的简历明明是我女婿刷掉，可能是感觉说错了话，他立马闭了嘴，又改口，骗我是吧？有本事你拿出来！你这穷小子，不光没钱，心眼还很坏，吹牛逼倒是有一套。我知道沈杰是在为我撑场子，可现在闹的已经接不下去了。我这三舅指着沈杰说他穷鬼，那手指都快戳他脸上了。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就站在我三舅面前。以前丽丽一直住在我家，为人谦逊有礼，现在几年没见，嚣张跋扈。以前我想不通，现在看见你，我也明白了。我想，你这个女婿能平白无故刷掉我的简历，也不是什么好鸟。如果云端都是这种人，那我不去也罢。哼，啧，听听，说到底还是一个进不去的废物，跟我女儿比，简直是。他茶几上甩了一张卡片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沈杰，沈杰却淡然地靠在沙发上，一双眸子附上了让人发冷的寒意。看，三舅可能也是被沈杰吓了一跳，没有反驳，拿起了那张精致的卡片。他没说话，我却看得清楚，是云端的入职通知，而上面正是我的名字，工资部分空白，这是让我自己填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回过头给沈杰递眼色，他不懂，我就挤过去小声问，哪来的？还挺像，挺能唬人的。那是真的。我直愣愣地看着沈杰，不敢说话，脑子里嗡一下。这一瞬间，我有太多的想不通，但是又希望这是真的。可能是听见了沈杰的话，三舅也开始质疑，你说真的就是真的？沈杰翘着二郎腿，嘴角挂着不明的笑意，让你女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丽丽早就拍照过去了，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是真的，不可能，哪个狗胆的会让他入职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。旭哥马上就来。我有些慌张，可回过头，沈杰那神情又好像在安慰着我。我跟我爸妈都是一头雾水，可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又什么也都干不了。丽丽叉腰看着我，小季，看在认识了挺多年的份上，你要是承认这个是假的，一会儿旭哥来了，我可以求求他，让他也带你入职。我看了一眼沈杰，可能是沈杰的这份从容，也可能是我看不惯丽丽，鬼使神差的说了句这是真的。小季，你的嘴再硬也不管用的，旭哥马上就来了。沈杰冷不丁的来了句，我很好奇，你男朋友是哪个部门的经理？哼，就凭你这土狗，还想打听旭哥？好好努力，说不定再过10年，你也能混个职位。不过也不是我小瞧你，你跟小季一样，除了这张脸以外呢，根本就是毫无用武之地，一无是处。我这人向来脾气不好，也不管什么多年好友之情了。行了，刘丽丽，这些话省省吧。从小学开始就排我身后，大学也勉勉强强上个3流。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靠双手吃饭，你靠什么？靠男人吗？周小季，你就酸吧，我之前不如你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找了个优秀的男朋友，嫁得好也是一种赢家。我沉默了，确实嫁得好也是一种赢家。哎，旭哥到了，刘丽丽跟三舅同时上了阳台，我们也跟了过去。外面的雪有点大，这个旭哥开着一辆白色的保时捷停在我们小区楼下，引来了不少关注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这是去哪啊？阿姨，我去周小季家，您知道怎么走吗？哎呀，就是这栋楼6楼7楼。你是周小季的男朋友？不是的，阿姨误会了，我是刘丽丽的男朋友，过来找丽丽。哎呦，是丽丽呀！哎，我就说小季的那个男朋友怎么可能开这么好的车？嘿嘿，快上去吧，别冻着。另一个看着旭哥上楼，还在拉踩着沈杰。你说都是一家人，找男朋友的眼光怎么就天差地别呢？我回到屋子，身体有些抖，可能是外面冷，也可能是被气的。说着，旭哥已经来敲门，刘丽丽立马过去，抱着他的手臂迎他进来，甜蜜地说着：“旭哥，你可算来了，人家等你很久了，你快看看，这个是真的吗？”他看了一会儿，眉头一紧：“怎么可能？这是真的。旭哥，你不是说这是哪来的？”我看刘丽丽看向我，我也懵，
我哪知道哪来的？是他那个废物男朋友。我跟郑旭同时看向了后面的沈杰，我刚要把话拦过去，可郑旭却傻掉了一样。沈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所有人的视线全都放在了沈杰的身上。沈总，沈杰淡淡的说道，我不记得云端哪个经理名字里有个旭字。郑旭立马点头哈腰的说，沈总，我是行政的负责人，我叫郑旭，嘿嘿。沈杰冷笑一声，周小季的简历为什么没有到人事部？我清楚的听见郑旭好像咽了口水，咕一声，简历的事情先放一放。郑旭明显的放松了不少。刘丽丽入职云端是怎么回事？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入职云端还是可以通过别的途径的。解释，哈哈，沈总，您误会了，都是他瞎说的，就他那2把刷子，怎么可能入职云端呢？郑旭一下更紧张了，头上全是冷汗，我不敢相信的看着沈杰，最后去百度搜索了一下云端集团的执行总裁沈杰，我努力的想要找个照片，却没有，最后只看到了他助理的照片，外面好像很吵，一堆人叽叽喳喳的，我也没在意，指不定又是谁家的谁在八卦的啥，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有啊。咚咚咚，我妈妈离门很近，她也在盯着沈杰看，突然的敲门把她的思绪也拽回了现实。一开门，男人西装革履，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。你是？我妈妈问着，而我默默地低下了头。手机里是刚才点开的沈杰的助理照片，我又抬起头，确定他俩是一个人了。你好，我是沈总的助理小林。快请进。总裁，这是您要的东西，这是半月别墅的房本，剩下袋子里的是锦江苑的楼王，29层，一共29户的房本都在这了。哦，对了，按您吩咐，都是周小姐的名字。我在一旁咽了咽口水，手臂都僵直了。理智告诉我，现在已经不能理智了。按照之前，我会觉得沈杰还在吹牛逼立人设，但是这个特助可是货真价实的，谁能请得动他？我发愣的时候，沈杰已经拿着那一兜子东西到了我面前，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哪个，所以我都买了。妈，沈杰淡然的又说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看向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在说假话。那个，咱们2个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要不再过一段时间看看？来不及了啊！我妈来了。正说着，外面一阵脚步，听着很急切，但是随后的敲门声却又很轻柔。咚咚，我妈立马去开门，外面的人一窝蜂的挤进来。我家客厅现在还坐着7大姑8大姨的，这一下就显得我家客厅很小了。为首的女人气场很强，有点港风的美女的样子。这位就是小季啊，真漂亮。哎，亲家母，我是来提亲的。沈母回过头看了一眼，身后的人立马领会，纷纷送上了东西。今天来的太急了，准备了点东西，你们不要嫌弃。我扫了一眼，好家伙，一兜车钥匙。我不懂车，但是看着应该都挺贵的。2个人聊得好像很开心，我隐约还听见什么，明年要是能生个孩子就太好了，要给我多少亿？没听清。客厅的其他亲戚更是说不出话来，他们那里见过这种场面，就是电视剧也没有这么演的吧。我三舅跟刘丽丽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，郑旭就像个儿子一样跟在沈杰助理的身后。大概半个小时，我妈我爸跟沈杰的妈妈一块出来了。沈杰的妈妈给沈杰一个眼神，搞定，下个季度结婚。我这个准新娘傻愣愣的站着，我就想问，下个季度结婚，新娘知道吗？外面声音震天响，这才发现一架直升机从我家楼顶飞过，还掉了根绳子下来。不一会儿，我家阳台就摆满了箱子。我妈随便打开了2个箱子，一个是现金钞票，一个是一箱黄金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，还真的有人拿钱不当钱啊。晚上的时候，房间再次恢复了平日里的清静，该走的都走了。啊对，沈杰没走。我妈心里一点负罪感都没有，丝毫没想着她家闺女可能配不上的问题。我妈比前2天更加热情地招待着沈杰。正吃着饭，又有人来敲门。我感觉我家门要是换成木头的，早就被人敲出窟窿了。小季啊，嘿嘿，三舅给你带了点你们年轻人爱吃的，还有这个玉木本的珍珠，我家丽丽最喜欢了。三舅带着丽丽笑呵呵的过来，手里还提着不少东西。2个人虽然在跟我说话，可视线却时不时的飘向里面沈杰的身上。三舅，丽丽喜欢，你就送给丽丽好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也不留你吃饭了，毕竟我家的饭也入不了你的眼。我要关门，可刘丽丽却硬气的将门推开。周小季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我爸身为长辈过来给你赔礼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赔礼？哦哟，可不敢当，你爸哪里做错了，还需要给我这个一无是处的人赔礼？我们是来找沈总的，你凭什么拦着我？我回过头，发现沈杰正看着我，还对我挑了挑眉。你要找沈杰，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就滚蛋。我把门关上，他们在外面敲了2下门就走了。有沈杰在，
他们父女也不敢怎么样。这几天我妈让我们尽量少出去，避避风头。现在我家在整个市都出了名了，整个小区全都盯着我家看。其实我听了一下，他们传的也还好。我看着家里的这些东西，看来我家亲戚传出去的消息确实挺低调的。晚上，我家在沈杰的强烈要求下搬去了新家，因为一栋楼太空旷，就搬去了山顶的别墅，还有专门的管家。我妈看了一通下来，居然让我跟沈杰住在一个房间里。妈，我们还没结婚呢，没事，在妈心里呢，你们早就已经结婚了。妈，你这不闹呢？以前我跟男同学一起买文具都不行，那会你还小，现在不小了，我实在是犟不过我妈了。我跟沈杰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关灯吗？他问。我回过头看了一眼沈杰，这下妈耶，好帅啊！床头灯有点暗，打在他脸上却刚刚好，他的轮廓真的好好看啊。嗨嗨，关吧。我尴尬的回过神，忘了他是在跟我说话，关了吧，不然我更尴尬。躺下以后，刚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就是沈杰刚才那张帅脸。第二天一早，沈杰不在，我下楼看见我妈做好了饭，沈杰在跟奶奶聊天。妈，你怎么不叫我？叫了，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早上叫你们，你就抱着小杰不撒手，一边接一边喊着帅逼。我怎么叫你你都不答应，最后干脆让你自己睡吧。我这老脸瞬间红了不少，也不敢回头看沈杰的表情，更不敢让他看我这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脸。要看这年就要过去了，我妈买了东西，让我拿着去沈杰家走一走。我刚出了门，沈杰的司机就到了。总裁夫人啊，你好。刚要说话，就被沈杰拽着上了车。我给他拍了拍身上的雪，他回头看我一眼，妈耶，这个角度也好帅。等到了沈杰家的时候，我吸了一口气，这家伙赶上一座城啊，真是小说照进现实。车子刚进门，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堡，欧式风格，看着很是昂贵。下了车，我挪着步子紧跟在沈杰身后。好家伙，我就是去旅游景点都没这么小心过。他家的地板砖我看着都挺贵的。哎呀，小季来了，老沈快来，儿媳妇来了，管家快打电话给厨师，让他赶紧过来。小杰带小季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。沈家对我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热情，也正是这份热情让我没有之前那样拘谨了。聊了一会儿，沈阿姨直接拿了个二维码，说她买过了婚纱照，安排好了，明天就送我们去拍照。我本以为今年只是普通的回家过年，没想到年假连着婚假一块休了，主要是老板催我回去。我接电话的时候被沈杰听见，他跟助理说了说，然后我的工作辞了，并且直接入职到了云端集团，具体干啥看我心情，工资的话看沈杰心情。在沈杰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我们就去拍婚纱照了。果然花了钱的就是不一样，之前我5000块一套的写真，我以为算是很好了，现在看看这婚纱照，确实没得对比就没得伤害。照片出得很快，下午就出来了。那边工作人员还想要留我们的照片挂在墙上给后面的客人做宣传，还会给我们打个7折。我们的婚礼办得很圆满。后面我问过沈杰，他为什么要娶我？像他这样又帅又有钱的男人，应该找名媛。但是沈杰说，他都这么有钱了，为什么非要找名媛？然后他也没说为啥娶了我，他还说他要跟我结婚，我也没有很强烈的拒绝。那倒是，那不是看他长得帅吗？结婚后我就躺在家里摆烂，沈杰倒是很忙的样子，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应酬。如果哪个应酬有大佬给他介绍美女，他还会提前把我给带上。婚后3个月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怀孕了，主要是我要去献血才发现的怀孕。去医院检查也是刚刚怀上不久，回到家刚把消息告诉婆婆，她就激动的吓我一跳。沈杰下午也是直接赶了回来，为此还推掉了2个合作。快回去吧，你的手机都快被助理打爆了。甭管他，嗡嗡。我看了一眼我的手机，小林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快回去吧，快回。沈杰黑着脸接了助理的电话，能签就签，少了他，云端也死不了。我老婆怀孕了，让他们别找骂，不然老子把他窝都给端了。挂了电话，他又凑过来，还拿了一包我爱吃的水果糖。婆婆在一边打电话，对，那块地给我留着，过几天给我找个施工队，在那里盖个游乐场。对，必须安全，出了岔子把你脑袋都摘下来。喂，小刘，去把我珍藏的那套帝王绿拿过来。卖什么卖？我要送我儿媳妇的，快点的，半个小时我要看到。虽然在沈家很久了，但是看着这场面还是觉得有些夸张的。没过2天，我爸妈跟奶奶也被接过来了，说是害怕我无聊。等我月份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沈杰慢慢的就开始在家里办公了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可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记得之前我还回了一次以前的小区，还听见刘丽丽说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离婚之类的。只不过的当天晚上，我公公婆婆还有老公一起来接我回去的，正好碰见了刘丽丽。她什么心情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心情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刘丽丽的那个男朋友
郑旭好像跟他分手了，后面还找了个说话嗲嗲的女孩子，听说下个月也要结婚了。我听我妈说，刘丽丽还想着去找郑旭，可郑旭现在哪里还看得上刘丽丽了？我三舅还管我家借过钱，但是我爸爸没理他。我每天就在家养胎，算算日子也快到了。这天我正洗澡呢，突然肚子就发动了，穿上衣服，沈杰抱着我就跑，后面我公公婆婆、爸爸妈妈全都跟了过来。当天晚上我就进了产房，第二天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，沈杰很开心。哪个爸爸不想要个贴心的小棉袄呢？等出院以后，婆婆送了我一个农场，里面都是我喜欢的小动物。其实嫁到豪门也挺好的。